妻子不光和竹马举办了婚礼，还把竹马接回我家，纵容竹马对我又打又骂。我只略微反抗，妻子就反手给了我一巴掌，还让我赶紧滚出这个家。可他忘了，这个房子是我的。当我提出离婚后，妻子终于慌了，跪在地上求我原谅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提前下班，想陪妻子沈月庆祝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，可我没想到，她却去给竹马江晨当新娘了。坐在饭桌前的椅子上，我翻看着江晨的社交平台。10分钟前，他发了条朋友圈，还有2张新婚照。一张是我妻子沈月身穿红色礼服，挽着她胳膊敬酒的照片。尽管没露脸，但我认出了沈月脖子上的4叶草项链，那我曾经亲手给她戴上的。还有一张是结婚典礼台上2人相拥接吻的画面，配文：谋划良久，得偿所愿。如果是以前，我可能会立刻冲上去大吵大闹，甚至掀翻整个婚礼现场都不奇怪。可如今，我发现心里也没什么感觉了。深爱的时候才会生气，才会在意，可不爱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情绪。看着桌子上我准备了一下午的烛光晚餐，还有放在地上想给沈月一个惊喜的玫瑰花，我自嘲地笑了笑，为自己5年的深爱和婚姻感到不值。沈月回来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，她脸色潮红，嘴角带笑，在见到我的瞬间立马收敛起来，冷漠对我下达命令：去给我烧点洗脚水，等会再给我按一下脚，今天快累死了。还有，我想吃牛排。她看都没看桌上的菜，自顾自地瘫坐在沙发上。曾几何时，她回家见到我的瞬间，就会开心地扑进我的怀里，在我耳边轻声软语，告诉我她一天没见我了，很想我，然后赖在我怀中不肯起身，冲我撒娇，让我抱着她洗漱。沈月见我没动，眉头皱起，起身就要开口训斥，可当目光注意到桌上的菜时，她愣了一下：都做好饭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话音落下，我心中最后的一丝侥幸也彻底消散。她终究没想起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恐怕是今天的新娘当得太开心了吧。而且她身上那股子烟酒味让我直犯恶心，因为江晨抽的就是这个牌子的香烟。见她拿起筷子，我面无表情道：凉了，别吃了。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回来，要和江晨去洞房，就没热。话落，沈月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，她猛地把筷子往桌上一丢，挥手将饭菜全部扫在地上，砰一声，汤汁四溅，碗碟的碎片划过我的脚腕，渗出一缕刺眼的鲜红。故意？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江晨的母亲得了绝症，唯一的愿望就是看到儿子结婚。我们只不过办了一场假婚礼，完成了他临终的愿望罢了。你至于这么冷血吗？话落，他冷声丢下一句小肚鸡肠后，便回了卧室。从始至终，他都没注意到我放在桌下的玫瑰花，感受到脚腕处传来的刺痛。我苦笑一声，我冷血，我小肚鸡肠，难道让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婆和别人结婚，还要无动于衷才算大方吗？说是假婚礼，嘴对嘴的都亲上了，他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而且我一直怀疑江晨母亲的绝症是假的。江晨提出这么个借口，无非就是想把沈月从我身边抢走，让他们青梅竹马终成眷属罢了。可之前面对我的这些质疑，换来的却是沈月的训斥。你是在怀疑他们，还是怀疑我？故意？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。在他口中，
江辰母子是不可能欺骗他的，也就是说，他宁愿相信外人，也不愿相信我这个结婚了5年的丈夫。我没理会脚腕处的伤口，在客厅里坐了一夜，回忆着往昔和沈月的甜蜜。我和他是大学同学，因为毕业晚会相识、相恋、相爱。他见到我第一眼时就愣住了。晚会结束后，我们热情地攀谈起来，像是那种宿命般的一见钟情、再见倾心。之后，我被他坚定的内核深深吸引，很快便沉沦了。我从小就父母双亡，是奶奶把我拉扯长大。毕业之际，我奶奶也撒手人寰，独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上。可以说，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。是他一直陪着我，给我温暖，帮我处理奶奶的后事。故意，别伤心，你还有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他紧紧地抱着我，就像一缕光，照亮了我黑暗的内心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把他当成了人生的全部。可以说，他就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近的人。我们顺利的相恋、结婚，成为羡煞众多同学的一对情侣。可这种幸福和甜蜜在他的竹马江辰回国后全变了。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远离我，在外人面前和我保持距离。你能不能别挨我这么近？烦死了！在我高烧不退，虚弱的想让他送我去医院时，他总是不耐烦地训斥：你自己没手没脚吗？我工作一天很累的，别烦我，自己打车去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那为什么我亲眼见到他下班后紧抱着江辰的胳膊，开心地逛街呢？为什么江辰一个电话，不论我如何挽留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抛下我，赶到他的身边呢？这些疑惑在我见到江辰的那一刻，终于明白了。他的眼睛和我太像了，不，应该是我的眼睛和他太像了。如果挡住脸颊，只看双眼，外人很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同一个人。联想到和沈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了个痛苦的猜测，恐怕我只是江辰的替身吧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照射进客厅的时候，我深吸了口气，从椅子上起身。曾经照亮我黑暗内心的那束光不见了，但我也要继续走下去，成为自己的那束光。曾经的我，为了挽回沈月的心，爱得太卑微。这一次，我不想再委屈自己。我将地上的碗碟碎片还有杂物收进垃圾桶，连同玫瑰花一并扔了出去。最后看了眼卧室紧闭的房门，转头往门外走去。我不想再等了，今天我就要和沈月离婚。只是在我刚想转动门把手的时候，家门突然从外面被推开，江辰来了。在见到我后，他微微一愣，随后似笑非笑道：故意，你也在家，正好帮我把行李搬进来吧。行李？他脚下确实有行李箱和包裹，但这关我什么事？为什么要搬来我家？我有些疑惑，还没开口，沈月就从卧室走了出来，满脸不耐烦地说道：是我让他来的。江辰家里没有暖气，我就让他带着阿姨来这住几天。既然你还在家，那就赶紧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，搬出去吧。他早就醒了，只是等江辰到了后才走出来。看来他对我已经厌恶到不想单独在一起的程度了。而且他说的非常理直气壮，没有商量，完全就是命令啊！这一刻，他们两人才像是夫妻。我倒成了局外人。江辰把行李搬进来后，就在一旁佯装歉疚：故意，你放心，我只是借住几天，等天气暖和后就搬走。我瞥了眼他那令人厌恶的嘴脸，冷笑一声。只是没等我开口拒绝，沈月便满不在乎地说道：你和阿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管他干嘛？反正他整天闲着没事，只知道吃醋。我早就烦透了。听到他的话，
心酸和苦涩蔓延至全身。这就是我老婆，和我同床共枕了5年的人，真可笑啊！我正想开口反驳，门口又传来一阵脚步，江晨的母亲红光满面地走了进来，并且满脸欣喜地打量着房间内的装饰，哪有半点绝症病危的样子。月月，这就是你买的房子吗？装修真好，也很暖和，还是我儿子有眼光，找到了你这么好的媳妇。对了，我的房间在哪？我赶紧去看看。说完，他这才注意到站在门口的我，皱眉疑惑地问沈月：“这是谁？”月月怎么会在我们家？沈月大概是怕我拆穿，急忙解释：“妈，这是我找来给你打扫房间的清洁工。”清洁工？而且他对江母的称呼都改了，这就是他说的假结婚吗？江母眼中肉眼可见地浮现出嫌弃与厌恶。清洁工啊，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打扫房间？对了，先给我倒杯热水，我渴了。在我的家里吩咐我，他怎么有这脸的？我紧皱眉头，心中更是涌出滔天的怒火。沈月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可我没想到，几乎是话音刚落，江母突然冲上来，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。没大没小的东西，我让你去倒水，你耳朵聋了？看你浑身邋遢的模样，请你打扫卫生是可怜你，竟然还敢不听主人的话，赶紧去，不然你那1份钱就别想要了。他这一巴掌可是用足了力，我脸上除了感到剧烈的疼痛外，更是浮现出鲜红的巴掌印。我感到头脑在发懵，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病危的老人打的，可他终究是一个老人。我没有还手，只能紧紧地盯着他，攥紧了拳头。这是我家，我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滚出去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听到这话，江母脸上没有半点惧意，反而面露讥讽地嘲笑道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一个打扫卫生的也敢命令我？这是我儿媳的房子，要滚也是你滚。对了，滚的时候让我检查一下，我怕你偷了我家的东西。”他脸上的戏谑与江晨一模一样，不要脸的态度更是不愧为母子。我气得胸膛都快炸了，怒视着沈月道：“你就没什么话要说吗？还是要看戏到什么时候？”沈月有些心虚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就在我以为他要解释的时候，却见他面露狠色，也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。“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对我说话？你被开除了，赶紧滚蛋！”江母一听，急忙补充道：“记得检查一下。”我真的很无语，对他们3人不要脸的态度也很愤怒，感受着脸上传来的阵阵刺痛。我掏出手机，面色难看地说道：“行，你们是一家人，那我报警行了吧？看看是谁被赶出去。”可江母却怒了，上前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摔在地上：“你还有脸报警？我没告你私闯民宅就不错了。”说着，他还跳起来，在我手机上狠狠地踩了几脚，手机被踩得稀碎。从分离的手机壳中划出一张照片，那是我和过世的奶奶仅剩的唯一合照，一直贴身带着。手机我可以不在意，但奶奶可是抚养我长大的人。看着合照上的脚印，还有越来越大的裂纹，我不由得眼眶通红，目眦欲裂。我大吼一声：“滚！”接着挥手推开江母，刚把照片护在手里1秒，一旁看戏的江晨便朝我身上狠狠地踹了过来。“一个清洁工还敢打我妈？我弄死你！”他明知道我的身份，还称呼我为清洁工，明显是侮辱，想激怒我。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翻涌的怒火，收好照片，爬起身就要还他一拳。可沈月突然挡在了他的面前，冷漠地命令道：“故意，你敢？还不赶紧道歉！”他明知道我对奶奶的感情，却还让我道歉，做梦！
也许是我强硬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沈月，他突然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缸，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，疼痛让我瞬间失去意识，脑海中更是一片空白。待我缓过神，已经摔在了地上，头更是渗出缕缕鲜血。沈月终于慌了，扶起我就要去医院。我忍着强烈的头晕目眩，任由鲜血从脸上滑落，踉踉跄跄地推开他：“不用你扶我。”紧接着咬牙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：“沈月，我们之间完了，离婚吧。还有，这件事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还有江晨母子，咱们法庭上见。”说完这些，我抬起沉重的脚步就要走出家门。沈月闻言则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地冲我的背影怒吼：“顾意，你疯了？你怎么敢跟我提离婚的？”他这辈子大概都想不到我竟然有胆子跟他提离婚。毕竟这些年，不管他如何冷漠地对待我，嫌弃厌恶地训斥我都没表达出任何离婚的想法。在他心里，我根本离不开他。但那是之前，我以为他爱的是我，对我态度的变化不过是夫妻婚姻生活应有的过程。我坚信他终究会回心转意，所以对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包容、去忍耐。结果换来的却是他如今的变本加厉。我脑袋依旧在持续发昏，实在没心思跟他废话，头都没转的沉声道：“因为我不爱你，放弃你了。”话落，我踉踉跄跄的迈步离开。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秒，我听到江母疑惑地问沈月：“我说的离婚是怎么回事？”沈月勉强地笑着解释：“他就是一个疯子。”妈，快去看看你的房间吧。我还是没忍住冷笑了一声，看沈月的态度，依旧不相信我跟他提离婚是实话，大概还以为我是一时冲动吧。没关系，等离婚后他们三人被赶走，应该就会相信了。离开家里，我没第一时间联系律师或者报警，而是打了个车赶去医院。我头上的伤势太重了，感觉随时都会昏倒，强撑着对沈月说出憋在心里很久的话，已经费尽了我所有的力气。见到我满面是血的样子，司机二话没说，拉上我就往医院狂奔。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眼前一黑，再也忍不住昏了过去。昏睡中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，我和沈月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并没有出现江晨这个人。我们每天过得都很甜蜜，仿佛一直处在热恋期。只是我本以为这就是全部，在梦里我能弥补现实缺失的遗憾，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。江晨突然出现了，他告诉沈月，他母亲绝症病危，需要肾源救治。说着就递给他一把刀。沈月没有犹豫，拿过刀，一把捅进我的心脏。故意不要这么冷血，江晨的母亲需要你的肾，我和江晨也会感谢你的。我是被痛醒的，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清醒过来时，脑海中依然浮现出梦中沈月冰冷的目光和江晨戏谑的微笑，直到好半晌才缓过神来。我明白，虽然梦境与现实终究是相反的，但以沈月的性格，既然能相信江母病重，答应和江晨重新办一次婚礼，那为什么不可能要了我的命呢？感受着头上的依然明显的疼痛，我苦笑一声，我头上的伤不就是他砸的吗？要知道，如果偏一点砸中后脑，那我的结局和梦中基本就一样了。看着洁白的天花板，闻着医院特有的消毒水气味，我深深地吐了口气。可能是听到了我惊醒的声音，医生闻声赶来，告诉了我头上的伤情和我猜测的一样，甚至还要更重一些。没有犹豫，我立马请求医生能把手机借给我用一下吗？我想报警。JC 很快就来了，
了解我报案的需求后，面露同情。你放心，如果情况属实，我们很快就会传唤他们。送我来的出租司机也在一旁义愤填膺地说道：“这也太不要脸了！同床共枕5年，结果却因为外人伤你这么深，大兄弟也就你能忍，不然恐怕早把他们打趴了吧？”我面露苦笑。司机王师傅说得不错，我因为经常健身运动，如果动手，绝不会让他们讨到便宜。但不行啊，除了江晨，一个是老人，一个是我结婚的妻子，我怎么能下得去这个手？当然，要不是沈月拦着我，江晨不说鼻青脸肿，轻一点也肯定会躺在地上。JC 同志尽管同情我，但听了王师傅的话，还是告诫道：如果遇到生命危险，该反抗就反抗，这是属于正当防卫，制止别人侵害自己。但一些小摩擦则没必要，因为很可能会判定为斗殴，这点你们要清楚。王师傅讪讪一笑，满口答应下来。等 JC 同志走后，无奈地对我撇了撇嘴。JC 说的也没错，这年头打人的占便宜，被打的后面反而要吃亏。不说这些了，顾兄弟，赶紧吃点东西吧，我专门下去给你买的小米粥。见到王师傅热情地帮我打开饭盒，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听医生说，自从把我送来医院后，他一直留在这照顾我，就连昏睡中做噩梦时，也是他忙前忙后帮我擦拭冷汗。这样的好人，没想到竟然让我遇到了。是老天爷怕我对这个世界绝望，带给我的一点补偿吗？因为手机被毁，我现在没办法用金钱表达感谢，只能勉强笑着对王师傅说了声谢谢。王师傅闻言无所谓地摆了摆手，这算什么？举手之劳罢了。随后他纠结片刻，这才继续说道：顾兄弟，我看你人也挺好的，没必要因为一个背叛你的老婆伤心。刚好我有一个女儿，年方28，正是会照顾人的时候。不行，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我猛地被小米粥呛了一下，剧烈咳嗽起来。这都什么跟什么？热情也不是这么热情的吧？这就把自己女儿卖了，到底是不是亲生的？缓过来后，我连忙表示不用了，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。王师傅大概看出了我的想法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我也不想啊，谁让我家那大闺女就是不上心找对象的事呢？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着急了。她都28了，再晚几年结婚，都成高龄产妇了。我闷头吃饭，没有接茬，不然我怕王师傅会说出更出乎我意料的话。转眼过了3天时间，在王师傅的帮助下，我重新办了手机卡，立马给他转过去了一笔钱。不仅是为了表达感谢，还是补偿王师傅的误工费。尽管他连连拒绝，但在我的坚持下，终究还是收了下来。JC 那边也给我来了消息，说情况基本调查清楚，准备组织民聚上门，问我要不要随同。感受着头上隐隐约约的疼痛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这次我要亲眼看着沈月3人被赶出家门。我比 JC 先到了一步，敲开门，却是沈月开的。他见我戴着帽子遮掩伤口，微微愣了一下，随后立马冷笑道：哟，故意打扮成这样，是要博取我的同情吗？太晚了，赶紧滚蛋，我家不欢迎你。我没听他废话，抬手打断他，不顾他铁青的脸色，径直走进家门。在医院养伤的这几天，我没接到过沈月的一个电话，更别说当面见到了。可见他和江家人在这生活的有多忘乎所以。果然，刚走进客厅，我就看到了变化。原本沈月从不让我在客厅挂我们的婚纱照，说是太麻烦还不好看。可现在电视柜两边，
包括茶几上竟随处可见他和江晨的结婚照。透过半开的卧室门，我还发现卧室床头仅有的我的照片也被替换成了江晨的，看样他完美的替换了我的位置，成为了这个家的男主人。江晨和江母也闻声从房间走出，见到我，嘴角统一勾出一抹讥讽，刚想开口，却被我先一步冷喝一声：“都闭嘴！”沈月三人都愣住了，大概没想到我有这么强硬的一天。可我没管他们怎么想的，直接从口袋拿出离婚协议书，丢在沈月面前：“签字吧，我不想闹得太难看。还有，现在立马收拾东西滚蛋，不然待会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沈月盯着离婚协议书看了好久，当见到里面我特意提出的条款时，失声怒斥：“故意！你真的疯了！不光要离婚，竟然还敢让我净身出户！”江晨嗤笑一声：“切，不用管他，看样子他脑子真的被砸出问题了。故意，房产证上还有月月的名字呢，你有权赶我们，但月月也有权让我们住，你待如何？”听到这话，一旁的江母没有任何疑惑，反而面露得意，看样子却是已经知道我和沈月是夫妻关系的事实了。可他大概还是老一辈思想，觉得自己儿子已经把沈月抢到手了，所以家里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的吧？可笑！我嘴角微微勾起，露出一抹冷笑：“你们确定不签字也不走？”江母怒了：“小王八蛋，签个屁！看我不教训教训你！”说着，他恶狠狠地抬脚就冲我踹来，我立马往后一退，就躲了过去，反过来趁机在他身上踹了一脚，把他踹了个狗吃屎。江晨脸色变得异常难看，大吼一声，朝我冲来：“故意！你找死！”我侧头躲过他的一拳，抬拳一下狠狠地砸在他的下巴上，紧接着转过头指向沈月：“你最好别动，不然我不保证会不会伤你。”沈月已经僵在了原地，根本不敢有任何动作。他根本想不到我怎么会有胆子还手的。恰好这时 JC 终于赶到，将给我们几人分隔开来。江母见状，顿时坐在地上痛哭，对我破口大骂：“小杂种，你不得好死！这么大一个男人，竟然打我一个老太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 JC 同志，赶紧把他抓走啊！他不光私闯民宅，还暴力殴打我们。” JC 皱眉，直接将他的话还给了他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看到的是顾先生正当防卫，而且早在3天前，我就们接到了顾先生报警，说你和你儿子不仅私闯民宅，还不限于暴力、语言侮辱，驱逐了顾先生。现在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证据确凿，依法将你和你儿子带回 JC 局。”江母愣住了，紧接着就开始倒地撒泼不起。可他小瞧了 JC， 直接提起他和江晨就带上了剧车。沈月这边也没能幸免。在他失神时，我请来的律师拿着我授权的资料开始宣读：“沈小姐，我的当事人顾毅先生授权我向你提起离婚诉讼，现在法院已经受理，这是通知资料，请及时出庭。”不管沈月相信不相信，这一刻他大概明白我不是开玩笑的了。我再也不是那个爱他入骨，为了他什么时都能做的顾毅了。在律师宣读完后， JC 并没有理会再次失神的他，因为故意伤害，他也被 JC 带走了。临走时，他不敢置信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身上。我成功地从中看到了惊慌、诧异、后悔等各种复杂的情绪，可却唯独没有一种，那就是愧疚。他直到如今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。很快，不到1天时间，江母2人就因为各种罪行被判拘留。沈月也陪着他们一起开始在拘留所悔过。
直到离婚诉讼的开庭当天，我才见到了面容异常憔悴的他。没等法官开始询问，沈月就眼眶通红的直接面对着我跪下，哭着祈求道：“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不要和我离婚好不好？失去你，我真的就一无所有了。求求你原谅我吧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”我冷漠地回应：“哦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自从江晨回国后，沈月对待工作的态度就越来越不上心。因为江晨说想出去旅游，领导不给批假，他半年前更是直接离职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我养着，他早就去吃土了。现在知道我不惯着他了，才知道下跪认错，太晚了点。见我拒绝，沈月更加焦急，跪爬到我面前，抱住我的大腿痛哭：“我们是夫妻啊，老公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要是非要离婚，那我就不活了。”我厌恶地推了几下没推开，放手。你老公是江晨，要活要死也和我没关系。还是 JC 把沈月拉开，我才终于摆脱了他的纠缠。接着没等他继续哭诉，我就申请尽早开庭。由于证据确凿，不光有沈月和江晨的结婚照，还有两人在我卧室里生活的痕迹，所以我很顺利地赢得了这场诉讼。沈月净身出户，1毛钱都没得到，我也趁机把房子卖了。对于他和江晨生活过的房子，我觉得恶心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1个月过去，再次见到沈月是在当地的电视新闻上，他就像一个泼妇一样，对着一个女人又打又骂。江晨竟然也在，只是没帮沈月，反而站在了那个被打女人那边，狠狠地扇了沈月一巴掌。看着新闻标题上写着一女子撞见老公和小三暧昧，发生剧烈冲突，我笑了笑，找小三的人，结果被小三背叛，啧啧。出租司机王师傅也笑了，要不说自作孽不可活呢？别看了，快喝酒。对了，我已经劝好我女儿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去见见她？刚喝的一口酒被我立马喷了出来。我幽怨地看着王师傅，王师傅，推销女儿不用这么积极吧？而且我认你当大哥，你竟然想当我老丈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